前不久，中国军工证实实验成功了一款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并且表示过于先进，无法展示。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中国军工总是能在大家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带来巨大的惊喜，刷爆军迷圈的新型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再次证明了这点。据中国国家科技工业局新闻宣传中心发布官宣消息加以证实，但是官宣证实的视频从头到尾没有出现任何相关画面，更无细节报道。中国军工在评论区里给出的官方说法更是直截了当，过于先进，不便展示。据悉，本次首飞成功的新型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1月研制成功，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按照设定程序完成飞行任务之后，最终平稳降落在阿拉善右旗机场，首飞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官宣报道中能体现出来的细节很少，但是从中国军工视频文案中透露出来的部分消息，还是能够对其略微分析一二的。这甚至被某些网友认为是中国空天飞机迎来突破的信号。在中国军工发布的视频文案消息中，包含有这样一段描述：该任务属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项目，首次飞行旨在验证升力式地面自主垂直起飞、载入返回、水平着陆等关键技术。这段文案描述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包含的细节要点却非常之多。首先，文案描述的开头突出一个原创性、引领性。中国军工对于自身科研成就一向是低调表述，从不过分吹嘘，这一点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但也就是如此低调的中国军工，却破天荒地用上了过于先进、不便展示的回复，以及这原创性、引领性的首要关键词。显而易见，中国军工本次的研发突破，几乎可以肯定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不说全世界只有中国掌握，大概率也是全球可能就1-2个国家掌握这种技术。如若不然的话，是绝不至于让向来低调的中国军工画风突变，一下子变得如此凡尔赛的。其次，新型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这一名字中最重要的描述就是这个亚轨道关键词。能够实现亚轨道高度飞行的飞行器有着极高的速度要求，通常来说只有火箭、航天飞机等航天载具才能做到，最低也是高超音速起步，即在音速的5倍以上，达到至少5马赫的飞行速度。鉴于中国早已掌握了高超音速导弹的相关研发工艺及建造经验，有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早已列装部队，在亚轨道高速飞行技术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熟练应用的地步。如果燃料供应足够，这种新型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理论上具备1小时内绕飞全球的能力。亚轨道高超音速飞行能力就是这么强大。接下来就是地面自主垂直起飞、载入返回、水平着陆这一段关键内容。这是关于新型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的首飞过程描述。从中能够看出，其从起飞到最终的回收降落是完全可控的。结合其并非是外太空航天器的属性，这也就意味着其是一款亚轨道高超音速可控可变轨飞行器。其中水平着陆这一点值得单独拎出来分析一下。常规航天器的载入地球返回方式大多是伞降返回舱，以水平着陆方式载入返回地球的只有航天飞机，并且同样具备可重复使用这一特点。据此进一步结合来看，一架可控可变轨的亚轨道高超音速空天飞机轮廓变得更加清晰起来。最后要再提及一点，就是一款被打上了运载器标签的可重复使用空天飞机，虽然并未提及运载量是多少，但其注定不是那种只能携带固定设备升空的专职航天器，具备运载不同货物、不同设备发射升空的属性。于航天探索领域而言，这意味着更多的航天探索可能，像是低轨卫星投放一类的任务就有了更多的执行方式，甚至不排除未来作为民用空天飞机商业化的可能。普通人也有机会欣赏到亚轨道高空的绚丽美景。而于国防军事角度而言，这个运载器的属性可就变得有些令人浮想联翩了。挂载弹头、运送人员、携带某种定制的特殊武器吊舱，目前来说是皆有可能，
但关键信息不多，也只能是乱猜一通。具体能执行怎样的任务，还得看载重能力和运载空间如何。但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这到底是一个能在亚轨道进行高超音速飞行的多功能、多用途、可重复使用的飞机类平台，潜力极大且灵活选择性上的弹力十足。中国军工那句过于先进、不便展示的回复，可谓是一点都不假。